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看到我这个身后的背景，就知道我又来到 R Engineering 了啦。没有错，其实我的车呢是已经搞了这个 adjustable 的 suspension， 可以从画面上面看到我的车现在是比较 lowered 了啦。哎呀，就一只手指可以进，而且要打斜。 直的话，我的手指会折到啊，两只手指就没办法进啊。可以看到我的轮胎是这个 Westlake 的 Sport RS。之前换了这个轮胎过后呢，我就发现我的 suspension 好像有点驾驭不到这个轮胎啊，因为这个轮胎它变得很 grip， 在我转弯的时候，我整架车的 body roll 就变得好像更加严重。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啊，就觉得怪怪的啦。OK， 这个 Sport 之前你们有看过前几集影片的话都知道啦，是 R Engineering 他们的 track spec， 就是赛事专用级别的 Avanti 轮圈啊。然后它每一颗啊15寸的。 只有5 kg 罢了，5公斤。它跟市场上面卖的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是一个 7.5J 的宽度，是特别的宽。所以这个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联络我啦。然后现在他们是要把我的车整台 jack 起来。Hello， 不要吵架嘞。所以现在就他们的 engineering team 要把我的车 jack 起来，要换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噔噔。 水箱啦 ，OK， 现在车 jack 起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哦，这个是一个黄色块的 adjustable suspension， 什么牌子我是不知道啦，我只知道是从他们的 track car 上面拆下来的，所以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比较 high performance 的啦。然后前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蓝色的块，也是一个 adjustable suspension。之前我有拍到是 Made in Japan 哦，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啊。但是这个 coil 呢，就是一个 Costco 的品牌啦。OK， 我还没有试驾到，等一下有机会我就来体验一下。换了整套前后的这个 adjustable suspension 呢，我的车驾起来有没有变得比较不一样一点点啊？然后现在他们在做的就是要准备把我的水箱拆出来啦。 拆水箱原来是不用下 bumper 的，只需要把那些 spare tank 啊，这个 air filter 的螺丝拆掉，应该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吧。下面就在做这个放水的动作。OK， 这个水箱的水也不是讲特别的干净了，因为之前这个旧水箱啊，就发现里面好像有点生锈的状态，所以就要把它拆掉，换这一个 aluminium 的，这个牌子是 AVS Performance。 有一个 M7 的这个 cap， 铝制的 aluminium， 散热比较快。因为我这一辆车呢是属于一个需要到高转才可以爆发出它的动力的引擎啊，所以时常开高转的话，引擎就会特别的烧，特别烧呢就要换这一种比较宽的，而且是一个 aluminium 就不会生锈的这种 radiator 啦。啊，这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之前的水箱是生锈了嘛，肮脏的，所以在散热方面应该就没有这样好。 这次就把水箱换掉哦，还有一点哦，就是呢，我这一次不只换了这些 adjustable suspension， 还有水箱，我还换了我的这一辆车的 meter。你们看一下我的 meter， 开灯给你们看。Oh yes， 这个是我的新 meter Persona Elegance manual 的 meter。为什么我会把我的这个旧 meter 换掉呢？因为啊，我的之前的那个 Satriano 原装的 meter 啊。 应该是坏了的。有时候我打油，我要计算我的油耗啊，我就会 reset 我的那个里数 trip A、trip B 那边啊，我就会 set 成0嘛。可是有时候我加了一个200公里、300公里过后，它就会变成0。可是它的总里数是没有改变的啦，就是把那个 trip A、trip B 不见掉，变成0，我也不懂为什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在开高速的时候，有时候会亮 engine check light。那个 engine check light 呢，我们用电脑 插进去读它的问题过后啊，得知是一个叫 P0500 的一个 code 啦。这个 code 呢就是 speed sensor 的 code， 有3个可能性，一个是 speed sensor 坏掉，另外一个是 speed sensor 的 connector 松掉，再来一个就是 meter 出问题了。排除前面2个，因为我的 speed sensor 是有做工的，我的 meter 是会上的 ，RPM、我的油表、我的时速全部都会 work。然后再来排除第2个是 socket 松掉，就是我们已经检查过它的 socket 了 ，connecting 全部都 OK 没有问题，我们也做了清洗。 但是还是会出那个 engine check light， 所以现在就是 suspect 最后一个 meter 坏掉了啊，所以现在这个 meter 是已经换成
Persona Elegance 的 meter， 接下来用1-2个礼拜看看会不会出这个 engine check light 啦，我希望是不会啦。而且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一款 Persona Elegance 的 meter， 我觉得这个 meter 的 design 比原装 Satriano 的好看，而且就算是白天你开车不开灯，它都会有白色的背光。然后现在我们去看一下我的 radiator 换成什么样的情况啦。OK， 因为这个 radiator 它跟我的这个 Satriano 原装的风扇的 cover 的 bracket 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刚刚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改装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本来是没有这个 bush 的，这个 bush 是他们加出来的 aluminum bush， 然后烧焊，不然刚才是绑不到这个螺丝的啊，所以这个是做了一点点小改装。至于上面呢是没有问题，是 OK 的，可以绑到的。然后现在整个已经装好了 ，complete 了，他们在做清理 ，OK， 就是把那些原本涂在上面的 silicone 清理掉。啊，这个也不是新的啦，就是由 R Engineering 他们之前的退役赛车上面拆下来的。OK， 摆了一个乌龙，这一条东西呢不适合装我的车，当然地上那一条也不适合装我的车啦。啊，跟他们了解过了过后是讲，这一个是没问题，可是要接到我的车身那边呢，diameter 不一样啦，下面的也是。所以就要用回之前换的这一个原装款式的水喉啦。啊，但是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啦，因为这个水袋才换不久的，大概是2个月左右。OK， 刚刚呢就换了 adjustable 的 suspension， 已经搞定了，还没有试驾啦。啊，这个等一下会试驾咯 ，update 给大家知道驾起来的感觉。然后我们也看了这辆车的原装 radiator 是换成了 aluminium 的 radiator。啊，这2样东西哦，都是从 R Engineering 他们的退役赛车上面拆下来的，也就是他们之前那一辆 S1K 冠军车 Proton Satriano 上面拆下来的。啊，所以现在我这辆 Satriano 是有一点点那个冠军血统啊哦。那现在要做的东西呢，就是要换黑油了啦。啊，当然这一次不止换黑油，还会换牙油。黑油跟牙油呢，选择用的是这个来自 ELF 的 HTX 系列啊，是在外面没有卖的啊，外面买不到的。原因是因为这款引擎油呢跟牙油啊，它是专门设计给赛车用的啊，就是他们 R Engineering 下赛场的赛车都用这一个牌子。这一个 HTX 系列的引擎油、牙油这些，它跟我们一些街车用的牙油啊、黑油啊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这个引擎油啊，它是比较可以耐高温，然后在一些激烈操作的情况下，它可以达到更加保护引擎的这一种效果。那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最好的东西，但是有最适合自己的车的东西啊。当然，一般街车使用的引擎哦，是很少会到那种很高的工作温度。好像我这辆车是一辆必须要到高转才可以爆发它的这个马力的车，所以没有办法，我一直要拉它，我一直要给它引擎维持在高转，然后换挡都是5000、6000，所以呢就要换上这一个来自 ELF 的 HTX 系列赛车油啊。有人应该会问它的里数可以耐多久换啊？其实它也是一个 fully synthetic 的油，只不过是讲那个里数一般上是给人家做一个 reference 罢了啊，大概5000公里要换啊，7000公里要换，还是10000公里要换啊？其实他们以赛车来讲，只要那一辆车下了赛道跑了比赛，或者 track day 结束过后呢，他们就会把那个黑油换掉啊，因为那个黑油已经工作过了，它已经到达了它的工作温度的极限了，所以那个油的油质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啦，可能会变质还是怎样，就必须要把它换掉啊。那也是为了保护引擎啊，我都花这样多钱，花这样多心思搞了这一辆车，万一我用一般的街用油下去跑，可能那个引擎温度很高啊，还是什么情况下对我的车造成损坏，钱我省起来，反而我要花更多的钱去做维修，那个是很不划算啦，所以我就选择使用这个 ELF 的 HTX 引擎油啊。牙油方面我也是使用这个牌子的。那这个引擎油呢换上去了过后，我也比较有信心拉高转啊。OK， 所以讲如果你们有想要买到这个 ELF 的 HTX 赛事引擎油啊，其实你们是买不到的啦，只有 R Engineering 他们自己有卖罢了。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尝试使用的话，你们觉得适合你们自己平时开车的习惯是要开高转啦，跑快车啦，或者甚至你们有玩一些 track day 啊赛车运动的话，你们想要尝试这个引擎油的话，都可以到我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ELF 的 HTX 系列目前Malaysia 是没有人在卖，也没有代理，就只有 R Engineering 他们
们自己进口来，自己的车队也在用这样子，所以就绝对不会买到假货。好像那些其他品牌的 High Performance 的黑油的话，就比较有那个几率买到假货啊，甚至有时候你们跟那个人买，他自己都不懂假货，因为可能有一个中间人，还是有一个代理商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啦。但是因为这一个 ELF 的 HTX 系列赛车油呢，是 R Engineering 他们直接对厂商的，所以没有中间人，也没有人在外面卖，所以不会买到假货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OK， 今天已经是我的这辆 Proton Satriano 啊，在 R Engineering 这边的，忘记是第3天还是第4天了。OK， 现在我的车呢是安装了这个一只的东西哦。这一个东西呢，其实是用来抓 alignment 的啊。一般上你们去大家店做 alignment 都是那种电子仪器啊，就是在你的轮子上面架一些 alignment 的那个校准器。可是你看我的车现在哦是没有放那个校准器在上面，所以是完全用 manual 的方式，比较 old school 的方式来做到 alignment 的调整。除此之外呢，来带你们来看一下我的车还在搞什么东西。R Engineering 的专业团队呢，他们就在把我的 ECU 拆出来，这个就是我的 ECU 啦。然后现在是要安装一个 CPS controller， 是来自 Works 这个品牌哦。这个 CPS controller 装上去了过后，我就可以对我的 CPS 的开关时间进行调整。主要是我觉得我每一次都感觉到我的 CPS 很迟开啊，然后因为它是4400转才开嘛，我如果要在第4档换第5档的时候，我一定要拉到6000转左右，第5档介入的时候，我的 CPS 还是保持一个开着的状态啊。不知道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因为这个 CPS 的引擎跟牙箱的搭配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打算把这个 CPS 打开的时间放早一点点。OK， 刚才我们看了前面，这个后面也是用这种方式哦。然后这里有一些刻度，到时候这些刻度上面都会拉线，做到 alignment 的调整啊。这种做法是应该比较少车厂在用这种方式做调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对我来讲也是蛮特别的。但是我在他们的比赛的时候啊，就有看过 R Engineering 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厂车呢，也是用这种方式做调整哦。毕竟啊，他们的车在赛车的时候啊，在 pit 里面的时候是没有那一种 alignment 的校准仪器，是没有办法用电子的方式来做到校准，就用这一种方式啊，人工传统的方式来做到alignment 的调整啊。据说这种方式虽然比较花时间，但是调出来是更加的准哦。这个就等待我的车调整好了过后，我们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驾驶感啊。那接下来呢，我要升级的东西就是我的 brake 了啦，因为我觉得刹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了解了过后，觉得如果这辆车要拿去 track day 玩的话，那么我的 brake caliper 这个原装的是不太够啦，所以要换大一点的 brake caliper。那幸好我有安装这一个 R Engineering 他们客制版的 Avanti Sport Rim，所以呢，我可以换大的 caliper， 是不会卡到我的 Sport Rim 的啊。这一点呢，算是更加省钱、省心、省力的投资。不然现在还要去找一套 Rim 来换的话，就真的是要花多一次钱了啦。OK， 大概就先到这里。当然，接下来还会买 bucket seat 啦，就是安上我这辆车。不然的话，我这样子的原装移植去跑 track， 我应该整个人会很辛苦啊，会被甩来甩去。所以 bucket seat 也是必须要安装的啦。哇，真的是从这辆车是一辆惨惨的2手车，然后来到今天这一步，也算是有一点感动了。我知道我不会跑出很好的成绩，但是至少它完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个梦想啊。那这个影片其实也有一点长，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影片就先到这里。我们的 Part 2呢，将会是我的车已经改好了，然后我们上路试驾我的车，跟之前有什么样的差别，整个体验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当然，在影片结束前呢，也要非常感谢 R Engineering 他为我这辆车付出的一些心血，然后也感谢 R Engineering 在这一次的改装中赞助了一些产品，真的是 very thank you R Engineering。再来就是要非常感谢 Cherry Cars 一路以来的合力播出。你们如果有想要买一些什么新车、2手车、recon 车的话，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上面逛逛一下。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一辆车改装过后的驾驶体验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现在马上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接下来我发新影片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部非常好看的影片了啦。